份有很多同学将进入职场工作与实习，为大家恶补一下能够进入状况。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看医疗剧进入状况。我会介绍7部必看的影集，是我看过不错的医疗剧。本集会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如果有机会再跟大家比较详细的说明剧中可以学习的地方。喜欢请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。我们开始吧。接下来的是一部特殊的影片《空中急诊英雄》，是一部既热血又赚人热泪的影片，绝对是医疗剧粉丝必看的近代经典作品之一。当我进入医院，最大的希望就是去天上飞来飞去。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想法呢？是因为我在修习医务社工、医务社会工作这门课的时候，老师说早年他们家的器捐的协调师都是在天上飞来飞去运送器官，直到我取得协调师的资格的时候，也因为器捐有分区的制度，加上我们大多是确末端的医院，进行器捐前后都忙得快要死了，根本不会想要离开医院。不过讲到这边已经歪楼了，这是日本现有的一个机制。平常我们熟悉的是救护车，在离岛有救护船，这部影片拍的是救护直升机的故事。有关于急诊救护的工作真的是很热血。其实急诊室相关的影片只要是在医疗剧大多都会有，大家可以特别留意一下，感受一下急诊室的节奏和速度感。在实习或工作时，要进入急诊的入口前，先想一下进去要做什么，再做什么。因为急诊室一团乱，护理人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，社工如何在混乱的一个情境下工作？请进急诊室之前，需要先思考清楚。接下来介绍唯一的内科剧——癌症专门医师的病历簿。这剧中的主角是医师，也是一个医纠的家属。先生意外成为 RCW 呼吸器照顾病房的病人，面对先生医疗疏失的失败，自己的创伤和先生生命之间的放手问题，很值得我们思考医疗与生命的抉择。而且在癌症病人的治疗中，如何有生命力，对于我自己是负责化疗病房肿瘤科的社工而言，有许多的启发和感受。其实社工不只是补钱，社工在医疗中可以发挥的创意，带给病人不一样的治疗品质跟生活。只是我们有巧思，生病不只有化疗、电疗如此，可以透过有品质的服务。在疫情开始的那些日子，我曾经在化疗病房手冲咖啡，有一个时间和病人家属聊天。在学校教我们如何进行团体工作，我采用的方式是一个开放式的团体工作，没有规范，可以端咖啡回病房喝，也可以坐在沙发去看电视，不用理我。如此开放的团体，不少癌友来住院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问护理师说：“这周有咖啡喝吗？”在这个团体中，看到癌友间彼此的分享，互相的扶持，
有不少这样的故事，自然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。如果你在医院工作，有些日子，下面这部影会帮助你有更多的省思。纽约新医革命，美国第一公立的医院担任医疗主任，这个男主角对这个不被重视的机构进行改革，打破官僚的体制，从为病人提供治疗。该剧也着重在美国医疗系统上面的不足，医护人员站在第一线拯救病患，但是医疗体系的缺乏，经常让他们感到心寒，但是始终不放弃救人的使命。我在这个剧中有不少的学习跟思考。我虽然是医务社工师，我无法治疗病人的疾病，但是我能为我的病人开启生病绝望下的另一个新生命。我记得男主角得癌症，他在门诊化疗的时候，如何被其他病人支持，在打化疗的时候跟病友一起打牌聊天。我每次看到我们家的门诊化疗室的病人只能看着天花板，我就觉得我们的病人好可怜。有一集讲到有一个病人没有钱付医疗费，病人觉得自己没有自尊，所以医院就为他做了一张卡，发给所有弱势的人，看病只要刷这张卡就可以，有尊严，可以得到医疗的治疗。有一集主任把医院欠款的人通通找来，用他们自己的专业来还债，修灯啊，画画，没有工作能力的人去引导停车场停车，消除医疗的欠款，这是一个很聪明的方法，很社会福利的做法，不是吗？怎么是医师想出来的呢？应该是我们当社工人要想出来的好方法。看这些剧情有几个重点：第一，请入戏，就好像我们自己在剧中感受这个剧当时的一些状况跟氛围，了解这个状况。如果你是社工，要如何处理当下的这个情境里面的问题？第二，学习医疗诊断和治疗及预后。第三，学习剧中的好的想法、看法，能运用在自己的工作当中。另外有2部片子，如果你对药剂师的工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看默默奉献的灰姑娘。药师在医院中的薪水仅次于医师，是医技护理之外最高收入的工作之一。另外，如果你对放射科医师和放射科的放射师工作有兴趣，可以看 X 光室的奇迹。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，我们下一次见。